无尘，10年了，你终于肯碰我了吗？师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只是来送灵果的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今晚你不许走，给我个孩子。人家穿越不是圣体就是带系统，老子倒好，连个金手指的毛都没看见，当了3年的杂役。今晚这苦差事，那帮孙子没人敢接，都装病躲开，就我被推出来送灵果，还不是因为禁地住着宗主夫人柳诗诗，整个修仙界第一美人，却是出了名的冰山煞神，脾气古怪的很，惹他不爽，轻则挨灵鞭，重则废修为逐出师门。更要命的是，宗主剑无尘是个彻头彻尾的修炼狂魔。为了练那门听名字就不像正经人练的太上忘情剑，在后山的死关洞府里待了整整数10年，是想要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吗？数10年啊，这柳诗诗跟在这荒山野岭，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？把绝色夫人扔在禁地守活寡，换谁脾气能好？可惜我一个小杂役，操心大人物私生活，纯属嫌命长。听雨轩，弟子陆长生，奉管事之命，特来给夫人送灵果。元婴大修，这个点儿不该打坐吐拿吗？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冰灵果娇贵，1个时辰内必须吃掉，灵气散了，我铁盾被管事8层皮。夫人，弟子没人应声，可就自己进来了。不对劲，这不是普通夜寒，是带着狂暴灵力的冰寒，跟针扎骨头缝里一样，空气都被灵力搅得扭曲，要么阵法失效，要么高阶修士灵力失控了。出事了！能把元婴大能的居所折腾成这样，绝对是神仙打架级别的事。我一个炼气底层小杂儒，留在这里纯属送死，赶紧溜！走，万一明天事发，我是最后来送东西的人，铁定被当替罪羊拍死。留，撞击大佬秘密，事后大概率被灭口。走也死，留也死。修仙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我烂命一条，够了3年受尽白眼，不如赌一把。万一夫人念恩，直接一步登天。冰火2重天，还有柳诗诗独有的幽兰香，今天怎么浓烈的让人气血翻涌？不对劲，绝对是走火入魔，阴阳2气乱套了。夫人，宗主夫人，你还好吗？无尘，剑无尘。不是，夫人，你看清楚，我不是剑宗主。完了，他走火入魔，神识错乱，把我身影当成闭关的剑无尘了。这误会要是传出去，我10条命都不够死。你终于肯出关了，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得有多苦？你终于肯出关了，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得有多苦？夫人，您认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。闭嘴！不许说你要走，不许说还要去闭关。冰山女神卸下所有高傲，竟是这般委屈脆弱模样。剑无尘这老古董，放着绝世美人独守空房，纯属暴殄天物。
千万别认出来，千万别认出来！要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，自己真的就是死无全尸了。你变了，你的眼神不像以前那么冷了，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气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这谁还能顶得住？夫君，你的气息好像变了。可被发现了！好喜欢现在的你。还是先帮他理顺这股狂暴的真气吧。这是把我当灵力中主机了。好舒服。无尘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别走了，陪我几天好不好？别说话，凝神导气。没想到引导他真气，竟有部分灵气沉淀在我经脉，炼气3层巅峰了，只差1步就能破关。没想到一次阴阳交汇的导气，困扰了我整整3年的修为瓶颈，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破了。炼气4层，成了！炼气5层了，爽！但不能再贪了。他体内燥热正在退去，体温渐归正常，马上就要清醒了。别走！吓我一跳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再砍下去，命都要没了。炼气5层了，如今一夜之间，省却10年苦功啊！若不是柳诗诗，再熬个10年8年都不可能突破。今晚这是赚大发了，但明天才是真正的鬼门关，也不知道那个望字有没有用，竟还残留着柳诗诗的幽兰香，伴我入睡。原来是昨夜荒唐大梦的余韵，再睡会儿。不对劲，身子怎么这般轻盈？往日经脉里蚀骨的阴冷寒毒，竟消散了大半。不是梦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无尘真的回来了，无尘，无尘。
又走了吗？好一个忘字！你是让我忘了昨晚的事，还是让我彻底忘了你这个人？不对，剑无尘身为剑手，随身之物皆是顶级云锦，怎会用这种低劣粗布帕子？这分明是外门杂役的制式物件。那昨夜那个人，难道不是剑无尘？不，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身为高高在上的宗主夫人，竟被一个卑贱的外门弟子占了便宜。剑无尘生性冷漠，从未有过这般声色，却又热烈的亲吻。真的不是他，这是那个贼人留下来混淆视听、戏弄于我的手段。我要杀了你，不管你是谁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把你抽魂炼魄！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声张，必须冷静，必须暗中调查。来人！夫人有何吩咐？昨晚除了巡逻队，还有谁来过听雨轩？回禀夫人，昨晚前半夜一切如常，并未有人靠近，只有外门弟子陆长生奉命来送过一次这一季的新鲜灵果。陆长生就是那个负责打扫后山青石长街的杂役弟子，五行杂灵根的资质，入门都3年了，还在炼气2层晃悠，平日里就在杂役处混日子。杂灵根也敢闯禁地，可除了他就没别人了。他人呢？回夫人，这个时辰他应该正在杂役处的林子里扫地。去，把他叫来，就说我对灵果满意，要重重赏他。是。陆长生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今儿个倒好，2只眼皮轮流值班，这是要发横财还是要原地升天？陆长生来得真快啊，阎王爷点卯都没这么准时的。2位师姐好，不知找师弟我有啥吩咐？夫人传话，说是昨晚你送去的灵果不错，甚合心意，要赏你。赏我？昨晚那灵果盒子连盖子都没掀开，他吃空气觉得不错。夫人厚爱弟子，真是诚惶诚恐啊！只是弟子这一身灰渍，怕唐突了夫人，还请师姐稍等片刻，我简单整理下衣裳。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去就去！你是去领赏，又不是去相亲，还要沐浴更衣不成？快走，别让夫人久等。是，那猫叫得挺惨的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发春了。发春的猫，那特那么是我痛苦时的呻吟。
外门弟子陆长生拜见夫人。手怎么了？回夫人，刚才来的路上，弟子心里太激动，光顾着赶路，没看脚下，一不留神，不慎失足，滚进荆棘丛里了。刚刚上山故意摔倒，元婴修士肉身感知极强，他肯定记得我这双手的触感。哦，这么巧。把头抬起来。奇怪，昨晚那个人的眼神，那种侵略和占有欲极强，可这少年看着就憨厚老实，难道真的搞错了？昨晚你送灵果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动静？动静？弟子听到风铃声挺大的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有野猫在叫，那猫叫得挺惨的，一声接一声，像是发春了。发春的猫，那特那么是我痛苦时的呻吟。除了猫叫呢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没看到，那时候院子里黑灯瞎火的，风又大，阴森森的跟闹鬼似的。弟子放下食盒就赶紧跑了，多待一秒都怕被什么脏东西抓走吃掉。表情自然无破绽，又憨厚老实，练气气。昨晚吓跑也正常。奇怪了，把手伸出来。糟了，刚突破炼气5层，还残留元婴气息，一旦被查出，必死无疑。不过还好，在来的路上运转了长春宫自带的归息功，希望有用。经脉杂乱且狭窄，灵气稀薄的可怜，确实是炼气3层的水准，也没有任何高阶修士的气息残留，根本承受不住元婴寒毒的狂暴灵力。看来真的不是他。行了，既然手受伤了，也没法干重活，这原本给你的赏赐就换成金疮药吧。你去账房领2瓶上好的回春散，把伤养好了再来当差。下去吧。难道真是剑无尘暗中来过，还是隐士高人潜入宗门？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谢夫人赏赐，谢夫人大恩大德，弟子这就告退。慢着，这块手帕是你的吗？回夫人，这确实是弟子的手帕。竟然承认了。既然是你的，为何会在我的卧房里？啊，卧房？不可能啊！借弟子100个胆子，弟子也不敢进夫人的卧房半步啊！昨晚弟子只是把食盒放在了正厅门口的台阶上，结果刚拿出来，一阵妖风刮进来，手帕没拿稳，直接就被吹跑了。狂风将一块白手帕卷入幽暗卧房。那时候黑灯瞎火的，院子又阴森，弟子找了一圈没找着，心里又怕那惨叫的野猫，就不敢多留，赶紧跑了。难道是被那阵风直接吹进夫人房里去了？行了行了，以后做事小心点，别丢3落4的，不是每次都有好运气。下去吧。是，弟子告退。
长老饶命！弟子真的只是把那个女弟子的肚囊……没想到这柳氏是追查这么深，这次竟然用问心石。下一个，陆长生。手怎么了？回长老，前几日摔伤了手。哼，笨手笨脚，把手放上去，别磨蹭。是。你可曾做过对不起宗门之事？还好不是问我有没有进过卧室，不然必死无疑。当时我可是救人，那可是元婴期的大能，是宗主夫人。如果我不救她，她就会死。我何错之有？没有。真不是这小子，难道我猜错了？行了，既然问心石亮了，就说明没问题。下去吧。是。不好，元婴灵力怎么突然暴动？这气息若是泄露半点，被柳诗诗感应到的话，我绝对会万劫不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子刚才还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吐血晕倒了？经脉逆行，气血攻心，这症状怎么有点像被高阶修士威压强行震伤的？夫人，这小子该怎么处理？突然吐血，难道他刚才回话撒了谎，强撑过关，遭了天道惩戒？不是反噬，他这副身子底子太差了，平日在杂役处没丹药供养，根基简直是虚浮不堪。刚才被带来查问，心神激动，本身就乱了阵脚，加上承受不住这问心石的灵压，生生被震晕了过去。为何刚才像感应到了自己的灵力，可又突然消散？难道是错觉？把人抬下去，送到药堂，找个懂行的执事看看，别让他死在问心台上。是，夫人。陆长生，如果那晚的人真是你，那你这废物藏得可真够深的。行了，你这臭小子真是福大命大。夫人交代了，伤养好了，你就去听雨轩当差，不用管你那破杂役地儿了。什么？去宗主夫人的听雨轩当差？你小子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夫人看你诚心又老实，这次测试又受了无妄之灾，特许你去听雨轩做个内侍弟子。那听雨轩是什么地方？灵气充裕，哪怕扫个地也是肥差呀。肥差？这明明就是一道催命符，我可是和夫人过的，上去不就等于送命？进来吧。弟子陆长生，拜见夫人。既然来了，以后这院子里的杂活就交给你了。若是死了哪一株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弟子记下了，定当竭尽全力。还有，每天晚上要给我的玉童备好热水。备水？这分明是图穷匕现。如今他特意点名让自己做这事，摆明了是要还原场景。怎么，不愿意？弟子不敢，能伺候夫人，是弟子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
只是弟子笨手笨脚，怕伺候不好惹夫人生气。笨手笨脚不要紧，听话就行。今晚就开始吧。夫人，水温可以了，弟子就不打扰夫人沐浴，弟子先行告退。慢着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？跑什么？桌上有蓝桃花瓣，去抓几把撒进去。是，弟子遵命。撒均匀些，别全聚在一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呆子，过来扶我入水。夫人，你小心地滑。夫人，夫人，这水温可还合适？这小子，难不成真是个榆木疙瘩？还是说自己的魅力都衰退了？这小子竟然一点波澜都没有。陆长生，弟子在。本夫人很丑吗？不丑，夫人很美，美的就像天上的仙女下凡一样。弟子都不敢直视。哦，我还以为本夫人年老色衰，一点女人的魅力都没了，这才让你避如蛇蝎，连看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不是的，夫人魅力无边，是弟子身份实在太过卑微，实在不敢。如果我让你看，抬起头来看着我。万万不敢啊，夫人！此事让宗主知道了，小的这条命就走到头了。弟子还想着能多活几年，好好伺候夫人。和你开个玩笑罢了，瞧把你吓得这副德行。行了，你出去吧，就在门外好好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。是，弟子遵命。都这么几天了，柳十四对我的审讯也慢慢减少了，应该不会再突然袭击了吧？所有内门弟子、执事长老，速来大殿议事。大姐，你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柳思思，你……本座闭关期间，感应到宗门内有异种气息潜伏，即日起开启照妖镜，无论长老还是弟子，进行地毯式搜查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照妖镜，那可是天剑宗的镇宗之宝，一件货真价实的灵宝级法器。我的归虚宫在此等灵宝级法器面前，完蛋了。又是这样，哪怕宗门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也只肯降下一道法旨。哼，连真身都不愿露一面，他把我这个宗主夫人当成什么了？既然宗主有令，那就即刻开始。执法堂何在？带上照妖镜，先从本夫人的听雨轩查起。大姐，你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柳思思，你……
听雨轩所有侍从弟子按规矩列队。妖气！这人竟然是个妖兽混进来的！拿下！既然马上到我了，反正再怎么说我也躲不过去，不如直接放出体内柳诗诗的原型灵力。万一冲击让镜子出现误判，万一柳诗诗认为这是他自己散发的气息，干扰了镜子。下一个，陆长生。只能这样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镜子怎么失灵了？这是我的灵力气息，而且这还是在阴阳交汇、气血纠缠的极致，才会遗留在对方体内的本源馈赠。夫人，救我！这小子怎么突然吐血晕了？那可是照妖镜，是不是坏了？怎么把炼气期弟子的心脉都给震断了？可怕！这反噬的威力也太重了吧！夫人不可！此子身上引发异象，身份未明，万一真是妖魔邪祟附体，暴气伤人，伤了您的千金之身。退下！没错，那天晚上，那个在黑暗中痴缠的男人，就是他。我堂堂元婴大兄，守身如玉，竟真的被这个小杂族……夫人，这照妖镜虽然莫名失灵了，但这小子体质怪异，引发这等强烈的反噬异象，着实行径可疑。照妖镜并未失灵，亦未出错，他只是被我的气息干扰了。什么？这几日我在后山走动，见这名杂役弟子虽然灵根低劣，但在扫索剑种时倒有几分毅力，根骨尚可。我念他向道之心尚在，便随手出手指点了一二。为了帮他疏通淤塞了10几年的肺脉，我特意在他丹田深处留了一道我的本命护体剑气，借此温养他的四肢百骸。没想到这照妖镜感应太过敏锐，将我那缕本命剑气误判为异类。两股同源却又相契的灵力在镜中冲突，这才导致灵力激荡，伤了这小子的经脉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既然是夫人亲自注入的本源剑气，那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照妖镜毕竟只是个死物，哪里分得清夫人的浩然正气与妖魔的邪气？实在是不懂事，惊扰了夫人，老夫该死。好一个阴险的小子！你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，对不对？你把自己这条贱命当成了赌桌上的筹码，死死拿捏住了我的软肋，逼得我不得不在大殿当着全宗上千弟子的面强行保下你，甚至逼着我亲口承认我和你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。既然受了伤，就不必送回杂役处，把他带回听雨轩。既然是我剑气所伤，本座自然要负责到底，亲自给他疗伤。赌赢了。别装了，起来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再演下去，我就让你永远留在这寒玉床上。夫人，好一个陆长生，你这一手装疯卖傻，骗得我好苦啊！我竟不知，我天剑宗几万名灰头土脸的杂役弟子里，还
藏着你这么一位心机深沉的人物。那天晚上很爽是吧？那是为了救命，也是为了救夫人。救命！救我！你那是趁火打劫，你那是亵渎！那天晚上，那是为了救命，也是为了救夫人。救命！救我！你那是趁火打劫，你那是亵渎！我柳诗诗清修数十年，冰清玉洁，守身如玉，竟然毁在你这个蝼蚁手里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消失，再对外宣称你灵力反噬，没人会怀疑我，也没人敢怀疑我。除掉我，容易，但夫人的心魔难除。心魔。你在威胁我？弟子不敢。弟子只是想说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木已成舟，现在让我消失，于事无补。与其弄得鱼死网破，让夫人道心蒙尘，不如我们合作。合作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全身上下连骨头带血肉加起来，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图谋的？就凭我是这世上唯一能解你寒毒的人。唯一能解我的寒毒吗？你松手！夫人，弟子无意冒犯。那天晚上的事，确实是意外中的意外。当时情况太过危急，寒毒爆发的势头凶猛，弟子若不出手，夫人恐怕当时就已经灵力反噬而亡了。这么说起来，我不但不该除掉你，还得备上一份厚礼，好好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了。弟子不敢鞠躬，弟子做这些，只想活命。我可以留你一命，但你必须现在就立下心魔大誓，此生此世，绝不将那晚发生的任何细节透露给第三人。弟子遵命，自当以此自警。弟子在此立下心魔大誓，绝不将那晚发生的任何细节透露给第三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对外，我会宣称看你体质特殊，悟性尚可，适合传承我的衣钵。至于对内，你该清楚自己的分量。弟子明白。好了，出去吧。总算是活下来了。没吃饭吗？用点力气。你刚才说翻地的那股子牛劲儿去哪儿了？陆长生，过来。这几日参悟功法有些乏了，后背和肩膀酸痛得很。既然你是我的弟子，伺候师尊端茶倒水、推拿按摩，难道不是你分内之事？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过来给我按按。这女人又考验我。前3天差点把我往死里整，今天突然话锋一转来这一出美人计。师尊，没吃饭吗？用点力气。
你刚才说翻地的那股子牛劲儿去哪儿了？真难伺候。对，就是那儿。再往下一点，顺着脊骨旁边走。左边一点。你手指头是用铁打的吗？中了。穴位位置也摸不准，该按的地方不碰，竟在无关处乱捏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师尊骂的极是，弟子这脑袋里面装的全是木渣子，也就是师尊您心胸宽广不嫌弃。这要是换了其他峰的长老，早把弟子一脚踹下山去要饭了。油嘴滑舌的傻子。行了，这几天你表现不错，这个你拿着吧。既然你现在对外宣称是我柳诗诗名下的弟子，别整天顶着那点可怜的修为在院子里晃悠。这些功法和丹药你拿去练。玄阶功法，极品聚气丹。看来这女人好像也没那么难伺候，只要把她的情绪价值提供到位，哄得她舒心了，出手那是相当的阔绰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弟子何德何能，得师尊如此厚爱？这些功法丹药，弟子绝不辜负师尊的栽培与期望。日后弟子凡事都听师尊的。行了行了，拿了就出去吧。长生啊，你说是若是没有那层提师徒门分，你会怎么看我？这儿也算得厉害，你也给揉揉。这儿也算得厉害，你也给揉揉。啊！师尊，弟子罪该万死，弟子万万不敢。别搞啊，大姐！虽然你是元婴大能，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男人吧。这小怂样儿，我忍，我忍，我忍。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我这个密室里可是铺了整块的极品寒玉，难不成你还会觉得热？回师尊，弟子修为极微，禁不住这熏香的劲儿，心里确实觉得有些气闷。是吗？我看这密室虽窄，却还算通风，并不是这密室闷，而是你陆长生的心里憋着火，闷得慌吧。长生啊，你在这方寸之地，连看我一眼都不敢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弟子不敢，师尊身份尊贵，弟子岂敢生出逾鬼之心？哼，不敢。陆长生，我本以为你是个能成事的，那天晚上可是赶得很呢。现在那股子狠劲儿去哪儿了？怎么如今把你养在身边这些时日，给你吃了这么多灵丹妙药，反倒成了个没卵用的怂包了？陆长生，你是个男人，你不能这么窝囊。他都到你脸上了，你得站起来！清醒一点，他是元婴修士，你是炼气5层，你站起来干嘛？站起来给他当靶子练功吗？
师尊息怒，弟子愚钝，资质馁钝，让师尊失望了。弟子万死难辞其咎。你这话说的倒是顺溜。跪了多少次了？练出来的。弟子只是对师尊一片赤诚。赤诚？你那叫赤诚，你那叫怂。陆长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密室里来吗？弟子不知。我是想看看你到底是根能雕的朽木，还是块搬不动的石头。现在看来，你连石头都不如，石头好歹还是硬的，你就是一坨烂泥。师尊教训的是，弟子确实不争气。滚吧！弟子告退。为什么？明明那晚根本不一样，怎会这般无骨气的模样？真是让人心烦。表演两个不一样的角色给我看吗？元婴修士，难道是我太凶了吗？罢了。陆长生，温柔一点，也许能试试。以后在我面前少磕些头，多说些人话。这女人被夺舍了。弟子陆长生，请师尊安。长生，来，过来坐。怎么，叫你坐你还不敢坐？这里又没有夹子。弟子不敢。坐，师尊让你坐，你还要违令不成？喝吧，这是千年灵牙泡的，对修炼有益处。千年灵牙？好喝吗？好喝。这是一枚凝气丹，对你现在的修为有好处，吃了它。师尊，您这是？我教你修炼，你底子太差，之前给你的功法粗浅了些，今天开始，我亲自教你一门更精纯的引气之法。弟子谢师尊大恩。
别动不动就跪，膝盖不是长来给人磕的，是长来站的。以后在我面前少磕些头，多说些人话。这女人被夺舍了。你灵根资质虽然一般，但胜在根基扎实。这几枚丹药你拿回去慢慢服用，别一次全吞了，你那小身白受不住。弟子记住了。你这引气的手法不对。来，我给你纠正一下。放松，别绷着，身体越紧，气就越不通畅。你筋骨太过僵直，灵力如何能贯通全身？弟子尽量。光尽量有什么用？修仙首重导引，你要主动开启大穴，牵引我的灵力，内外合一，方能破除经脉淤塞，懂吗？听懂了。那你还不赶紧运功？这女人今天怎么了？难道……陆长生，你清醒一点，他是你师尊，你想什么呢？可师尊今天靠得那么近，那传功的气息简直就在我耳畔。不想了，不想了。